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e， Tasha Melody， Tasha Mackenzie。今天我们洛杉矶竟然下雨哦，所以我们今天会在室内里面来做一些工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放这些墙壁或者换墙壁的这个过程。好，那现在来问一下 Dave。So why did you want to replace all the walls? Couple of factors. One, insulation. There was none in here, but a major issue was the mold and mildew that was on the walls. So it's not advantageous to repair it. So it's best to pull it all off and restart from scratch. 是的，所以呢，在过去这大概2-3年，我们原本只想要换一面或2面的墙壁，就后来几乎全家3/4都换了。这一集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换这些的墙壁，然后那美国的墙壁跟台湾的墙壁有什么不一样 ？OK， 在台湾，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以钢筋水泥来作为结构的基础。在美国，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木条来作为结构，然后呢，使用石膏板来作为墙壁以及间隔的材料。在我们开始拆除墙壁以后呢，就发现其实我们墙壁后面许多的木条都已经长了很多霉菌，并且有很多也被白蚁侵蚀，所以呢，其实当初要拆墙壁是正确的抉择。于是我们就开始进行整理以及清洁的动作。那 Dave 也把一些已经不堪使用的木条更新。把这些墙壁拆掉以后，才又发现这老房子的木条许多都弯曲不平整。那这也让我们之后墙壁的施工有许多的挑战。在装墙壁之前，需要使用这种玻璃纤维材质的保温棉，塞满所有的空间。那这种保温棉呢，它有保温、隔热、隔冷以及防火的效果。那由于我们是自己施工，所以像这样子的石膏板升降器就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帮助，也比较省力。我们就先将天花板的部分先装置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墙壁的装置。那墙壁的石膏板有分2种，一种是白色的石膏板，一种是绿色的。那绿色大部分都是使用在湿度较高，比如说像厨房或浴室的地方。为了提升效率以及省力，我们也使用专门用于石膏板的螺丝枪来做固定。在这样辛苦的上墙壁以及许多的拼补动作后，我们终于要来进行P土的动作了。P土就是在裂缝、缝隙和不平处披上一层土，让它平整。那通常在P土完以后呢，会需要等上几天的时间，然后进行磨砂。磨砂完以后，很可能还会再需要上另外一层土，就要看当时的墙壁的状况如何。那在这样子的反复的进行过程以后，就可以开始上底漆了。在使用防护胶布将门窗保护好以后，我们就开始使用高压电动喷枪来进行上底漆的动作。由于我们家 Dave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我们的墙壁看起来非常的平整，所以在上每一次的底漆之后，他都还会需要进行磨砂的动作。我们的底漆总共上了3到4层，那上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上正式的油漆。由于我们期待房子的风格是现代的美国农场房子，因此我们油漆的颜色选择是比较淡色系的。我们墙壁呢是使用有点像米灰色的颜色，然后我们的天花板呢是用纯白的颜色。那房子室内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清新、比较干净的感觉。好了，各位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重新更换墙壁，希望大家喜欢，记得千万不要忘记去 YouTube 频道上面订阅、分享、按赞哦。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了，午餐时间了。今天我们吃是台式的，有点像排骨饭，然后还有肉燥饭，还好这附近有台湾人的店。